大家好，我是曹伟东。今年的4月23号是人民海军成立74周年的纪念日。人民海军推出的主题活动是我的家乡，我的战舰。因为我们国家的驱逐舰、护卫舰是以我们国家的大中城市来命名的。比如说，最先进的05型导弹驱逐舰是以南昌市来命名的，因为它是一座英雄的城市。1927年的8月1号就是我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军队，就是南昌起义所以这个南昌舰是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大型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还有呢，比如说这个167舰，167舰呢是051B 型的导弹驱逐舰，是以深圳市来命名的，就是深圳舰。那么深圳呢，又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排头兵。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052型的导弹驱逐舰，像青岛舰，还有哈尔滨舰这都是以城市命名的。再有像长沙舰合肥舰这都是052C 型 D 型的这些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了。我们今年要推出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有人就问说那现在人民海军就是经过74年的发展，它的主要的成就或者进步体现在哪里？就以我们的海军的水面舰艇为例因为最开始的人民海军成立之初，主要是缴获的国民党的或者国民党投诚的一些旧的军舰，还有呢就是我们逐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从苏联就是买了一些他们的二手舰，然后进行仿制。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为了到南太平洋执行这种就是远程的这种火箭的发射任务，就是开始研制中国的比较早的第一代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就是051型的。后来呢，我们就逐步发展成052型的当然052型有就是多种型号 A、B、C、D 就是比较先进的这种具有相控阵雷达、具有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具有区域防空能力的这种驱逐舰。后来呢，我们发展到了就是这种055型的万吨级的具有一定隐身性能的对海对陆攻击还可以防空这样的导弹驱逐舰。从这个导弹驱逐舰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民海军呢目前是以3代的导弹驱逐舰为主体，以4代为骨干。所谓3代舰呢，比如说052型导弹驱逐舰，无论是 C、D 都属于是这个3代的，他们是这个主体，骨干呢主要是055的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你看这个导弹驱逐舰已经发展到了这么多种的型号和代。再有呢，就是航空母舰是最大的海军作战平台。我们现在在辽宁舰的基础上，因为辽宁舰毕竟是改装的嘛，然后自主研发了山东舰，现在又有了更先进的就是福建舰，因为它是采用电磁弹射也是8万吨级的这个巨舰，所以我们填补了空白，补上了短板，包括2栖攻击舰那我们现在在补齐短板形成体系之后呢，人民海军的这种就是作战的能力呢，将从逐步的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呢，就是更大更强向这个方向迈进。而且我们未来的作战方式呢，将会从平台对抗，就是舰艇与舰艇的对抗，改为体系对抗，就是水下的潜艇、水面的舰艇、空中的飞机、天上的卫星，还有我们的导弹，还有和空军的火箭军的部队一起来进行配合，当然也包括战略支援部队那这样的作战方式就要求我们的装备也进行相关的变化。还有就是未来的军事行动更多的是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那我们的这些装备信息化的程度也会更高。所以这是人民海军呢在武器装备上一个发展的方向。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